科学家用小刀切下海星的触手，将其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后，从中提取出独有的断肢再生基因，接着又从海参皮肤的表面提取了一种白色分泌物，此物质具有极强的组织硬化能力，可以使生物体皮肤的防御能力大大提高。瓦赫尔班纳通过基因改造技术，将两者不断的进行融合测试，很快便研制出了一款可以自我恢复、重生，并且坚不可摧的超级免疫血清。一旦将这个玩意儿注入人体内，全身的免疫系统会瞬间被强化10000倍，即使是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瓦赫尔为了验证血清的真实效果，班纳西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展开了多次实验，可结果每次都是用于实验的猴子会毫无征兆的意外死亡。得知此事后，军方高层立马叫停了生物实验，也别他妈整了，再整不行了，军方受不了了。可痴迷研究的班纳却不愿就此放弃，于是他偷摸的将超级血清注射自己的体内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班纳博士没有丝毫感觉到身体有变化，直到大鹅出生之后，班纳无意间发现小家伙每一次哭闹，全身的皮肤会逐渐变绿色。为了一探究竟，班纳赶忙从小家伙体内抽取血液，将其放显微镜底下一瞅，结果竟发现压根就他妈不是人类 DNA 基因序列。这架势顿时给班纳吓他们一激灵，于是等到回到家之后，毅然决然举起小刀，打算亲手了结断手怪物的生命。妻子见状则急忙出手制止。就这样式，俩人在相互推伤致死。班纳手中的刀不小心刺中妻子，导致对方当场意外身亡。而这残忍的一幕也成为小浩克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转眼间30年过去，凭借着异于常人的天赋，浩克成为了一名科学家。这天他在实验室进行一场生物实验，由于同事的不当操作，导致屋里的伽马射线仪意外启动。为了保护同事，危急关头，浩克不顾自身安危，急忙用身体挡住了伽马射线。殊不知此举彻底激活他体内超级血清。深夜，处于昏迷状态的浩克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儿时的噩梦，在痛苦的回忆刺激下，只见浩克贴身穿戴的衣物被瞬间层脱，顷刻间他就变成了一个愤怒的绿巨人。彻底失去理智的他径直冲进了实验室，叮咣五四把实验设备砸了个稀巴烂，甚至就连重达1000斤的伽马发射器浩克都能轻松地扔出窗外。瓦赫尔他直接冲破屋顶，鱼儿的一些高高跃起，潇洒的转身离去。这是所有绿巨人中战力最强的一版，不仅拥有超音速疾跑速度，同时轻松一跳更是飞出108000里，赶上孙悟空了，甚至还有着完胜金刚狼的自愈能力，就连体型都可以在战斗中不断的边打边抢。美国军方得知此事之后，高层迅速派出海豹突击队，趁机把浩克迷晕之后，将其拉到了位于沙漠深处的秘密研究基地，试图从浩克身上提取出超级基因，从而运用在美国士兵身上。可没曾想，在不断的电击刺激下，被关进实验团的浩克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突然发生了变异，瞬间就将舱体整个浪给撑破。军方高层见状，赶忙派出危机应对小组，用一种强力胶泡沫暂时将他给困住。紧接着，不怕死的老黄毛着急忙慌跑到浩克跟前，只见他手持针管，试图从浩克的眼珠里提取超级基因。殊不知，此举彻底激怒了浩克，愤怒使他身体越来越大，眼瞅着浩克就要挣脱开强力胶泡的束缚。老黄毛的见状，一把夺过士兵手中的武器，朝浩克发射了一枚定时弹，结果子弹却被反弹到墙面上，直接把老黄毛给炸飞。为了防止实验室被彻底摧毁，无奈军方高层只好下令将地下通道打开，妄想着在沙漠的开阔地形利用重型武器干掉。可没成想，此举压根是蚍蜉撼大树，不自量力。只见4辆重型坦克同时射出炮弹，结果却未能伤及浩克分毫，反倒使他内心的怒火越来越旺，当即对坦克车队做出反击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眼瞅着局面彻底失控，美军高层赶忙派出武装直升机对浩克实施火力打击，可不料普通子弹跟他们挠痒痒似的，根本伤不到浩克分毫。情急之下，直升机发射了一枚导弹，没成想刚追上浩克就被徒手接住，接着浩克咬下弹头，突的一下一副武装直升机上咣给干碎了。就这样时，在军方的围追堵截下，浩克被迫朝着市中心逃去。只见他纵身一跃，跳到金门大桥上躲避，不料被2架战机的火控雷达给锁定。于是为了摆脱对方的追捕，浩克瞅准时机，一跃而下，跳上战机。见此情形，高层立即命令飞行员将小鸡鸡使出大气层。随着氧气越来越稀薄，很快机舱外的浩克迷瞪的晕了过去，整个人扑通一下坠入金门海峡。而这一切对于身体强壮的浩克来说，简直犹如老虎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眨巴眼的功夫，他就从地下管网中破土而出。面对死咬不放的直升机，愤怒的浩克本想捡块砖头将其击落，不料却在机舱中看到了小对象的身影。就这样时，浩克逐渐冷静下来，身体也慢慢变回了人类的形态。最终俩人当着众人的面紧紧依偎在一起。
100岁老头为了获得超能力，将15台伽马摄像仪的机头对准自己，接着拿起吸管猛吸了一口纳米微生物之后，体内的超级免疫血清瞬间就被射线仪所发出的激光给激活。顷刻间，班纳全身长出了蜥蜴鳞斑。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当他把手掌接触到金属桌面的时候，小手竟变成了与之相同的分子物质，直接和金属融为一体。而等他费劲巴拉抬起胳膊之后，手掌又神奇的恢复如初。这就完事了，这就行了。嘿嘿。此时，一名保安小哥突然走进了实验室，为了验证刚拥有超能力行不行事，班纳趁跟小哥搭讪的功夫，偷摸将手掌搭在旁边的仪器上，便瞬间和其融为一体，甚至那个大脚丫子和地板都合二为一。眼瞅着小哥随时准备拔枪射击，班纳轻蔑一笑，随即朝对方发起了攻击。事后得知自己的儿子浩克被军方逮捕囚禁，于是班纳便主动自首，同时提出条件，想要跟自己儿子见上一面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想要尝试说服浩克跟自己一起统治世界。为了防止万一，军方将俩人的见面地点安排在一台巨大的电磁脉冲机前。时隔30年，再次见到自己憎恨已久的老爹，浩克心中难掩怒火，随即便咧个大嘴，大声的咆哮起来。眼瞅着劝说拉拢不行事儿，班纳迅速起身，拿到地上电缆，呼哧咔嚓一顿撕咬。霎时间，班纳整个人被电得他妈里焦外嫩。可没想到，他竟然没有死，甚至还将整座城市的电能全部吸收，变成了巨大的电光影。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怒火的浩克现出了原形，紧接着一道闪电劈下，俩人直冲天际，穿过云层，瞬间来到了一处深山湖泊旁边。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班纳接触到地上的岩石，立马就转变属性，变成了石头人。浩克见状高高跃起，锁住他爹脑瓜篮。可没成想，他爹趁此时机吸收起了自己的能量，一时间难分伯仲的俩人从岸上一路打到湖里。为了能尽快解决掉对方，浩克怒吼着将自身的超能力全部释放。嘎贝尔的功夫，湖面上升起一个巨型水球，而这正是遇水后融为一体的班纳本体浩克本爹。眼瞅着他打下去，局面要失控，军方高层当即下令远程发射伽马导弹，伴随着一道耀眼的绿光发出，山谷再次恢复了往日平静。事后经过仔细调查，女友和军方都认为说，班纳和浩克这爷俩呢，已经彻底被导弹给砸死。殊不知，在地球上的某个隐蔽角落里，有绿光护体的浩克却依旧活着。